只小金毛究竟有多懂事呢？在妈妈每个下班后的漆黑夜晚，是它咬着手电筒在路口照亮了妈妈的全世界。在病毒肆意蔓延的特殊时期，是它叼着一袋橙子送到舅舅家，哪怕是舅舅奖励给他一块蛋糕，他也要留着带回家给妈妈吃。在妈妈感冒后想喝水的凌晨，是他忍着生理期的不适，第一时间给妈妈拿来了水。也是因为他爱摘橙子，让他成为了带货100万的头部狗主播。他更是凭借一狗之力，将全村的橙子销到了全国，让全村的果农都实现了共同富裕。我本以为他不过只是一只会摘橙子的狗罢了，可直到我翻完了毛毛所有的视频，我的心却莫名其妙的隐隐升腾了起来，因为他实在是懂事得令人心疼。在外公外婆插秧的时候，是他一筐筐将秧苗运到了田里，并将一把把秧苗分散到了水田的各个角落。在一家人掰玉米的时候，是他将掉在地上的玉米一根根捡到了篮子里。在外公把玉米搬到房顶晒的时候，也是他在楼下帮忙挂钩子。哪怕是帮不上忙的时候，他也会想方设法减轻大家的负担。在很多时候，他就像一个勤快懂事的小朋友，而更多的时候，他更像一个保卫全家的守护神。在太祖上山干活的时候，是他总是不放心，默默跟在后面。在家里饭快做好的时候，也总是他第一个跑到地里喊太祖回家吃饭的。每次太祖干重活时，他也总会拉着狗弟弟一起给太祖帮忙。而和弟弟妹妹在一起时，他更像是一个操碎心的傻大姐，陪着妹妹玩溜溜车，陪着弟弟玩滑雪。弟弟不小心摔倒以后，他第一时间就冲了过去，虽然嘴巴在不停的责备，可在确认弟弟身体无恙后，他又立马帮弟弟将板凳拉到了上面。当家里橙子成熟以后，他总是会自己拿着篮子到山上摘橙子。因为山路崎岖，所以每次和外公一起摘橙子时，他总是会一步3回头的确认外公有没有跟上来。其实一开始，毛毛和妈妈一直生活在大城市的出租屋，可妈妈每天2点一线，忙碌的像个牛马，而在小小出租屋的毛毛也寂寞的像个独居老者。最开心的也只有每年春节回老家过年的时候，因为在那里可以不用拴狗绳就自由奔跑，可以在雪地里快乐涂鸦，可以跟着妈妈全村陋习，甚至连鞭炮声都是一场视听盛宴。也只有这个时候，妈妈才感觉毛毛活得像一只狗，而自己也活得像个人了。于是在2023年年初，妈妈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机会，带着毛毛回到了农村。毛毛似乎也知道了妈妈的牺牲，回到农村后，他变得更加勤快了。他一天至少能摘200个橙子，晚上还会学着妈妈的样子打包。随着毛毛过得爆火，毛毛每天还会和妈妈一起拍摄带货视频。到后来，他索性自己带着相机，一边摘橙子一边拍起了视频。比起干农活的辛苦，毛毛更喜欢帮家人减轻负担后的满足。毛毛就像一个善解人意的小女孩，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全家人的喜怒哀乐。虽然毛毛不会说话，可他对家人的爱却永远温柔而又细腻。